苏轼，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在诗词、文书、画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不仅如此，东坡居士还是历史上的治水名人，是善于治理城池、抵御灾害的一方父母官。一天，徐州城下暴雨滔天，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此时，身为知州的苏轼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我会在此守护徐州城，绝不让洪水将其淹没。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若冥街动摇，谁与我守？”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与自然环境的相处之道。无数次的天灾让人们懂得，人类的幸福生活从来离不开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10年，中国人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了生态建设的新篇章。黄河之上，一叶扁舟。统号146，容积3906。黄河科学研究院数字技术专家李涛正在进行关键的泥沙数据采集工作。近日连续的几场秋雨，引起了李涛和同事的警惕。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黄河因泥沙含量多而得名。在历史上，黄河的水患始终不绝，沉积的泥沙越来越多，导致黄河出现改道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每年汛情的压力。黄河的防汛呢非常重要，我们水利部门是防就是有可能10防9空。但是防住一回，那大家就避免了损失。还有去年面临这个伊洛河洪水进入黄河干流，导致呢小浪里既不能泄水，上面呢又有洪水啊，所以今年的防洪形势比较严峻。接下来可能大家都要根据各自的分工，开展这个模型的运算，为这个今年的秋汛洪水防御提供这种技术的支撑吧。这里是位于郑州北郊的模型黄河实验基地。这是李涛的前辈们30年来重要的数据模拟器。李涛正在这里通过人工模拟降雨、泄洪等黄河中自然现象的再现，来观测河道变化，寻找内在规律，为一项新的研究项目——数字孪生黄河提供有效的物理参数。数字孪生黄河呢，通俗点说呢，就是我们把黄河装进计算机，用数据呢反布黄河，通过设置各类的这种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可以在我们虚拟空间里对各类的河道防洪治理，包括水资源的这种调度方案进行推演，对我们的决策提供技术支撑。有了数字黄河，李涛和专家们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无限次多方位的防汛模拟。能不能直接跟我们系统对接的？团队结合今年的水文情势变化进行分析，预估今年的秋汛可能会出现不同往年的波动。
为了做好防御工作，李涛决定前往小浪底水利枢纽，勘测确认最新的黄河泥沙量、物理地形等关键数据。那是小浪底水利。小浪底水利枢纽是一座集减淤、防洪、防淋、供水灌溉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号称黄河总阀门，是治理保护黄河的关键性工程。李涛使用的新型光电测沙仪是今年刚投入使用的新设备，它可以自动连续监测水中泥沙含量，相比之前的人工取沙，准确性更高。30响103。起点距320，水深2.28米。经过比对，实地测量的数据与模型推演没有误差。李涛松了一口气，利用创新技术，将黄河的变化在数字世界里精确地预测出来，这是让河务人感到很有成就感的事。有些时候你研究的这种规律，或者说总结的这个情况，去现场之后发现跟你猜的一模一样。你就感觉非常兴奋，可能还有快乐，还有价值。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实用，给这个流域内人带来幸福。近10年来，黄河治理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水沙治理明显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不过，放眼未来，黄河治理任务依然任重道远。李涛和河务人员们一起时刻备战，随时迎接更艰巨的考验，努力守卫黄河安澜。奔涌的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清新的空气为这颗星球构建起维护生命的屏障。开始，猛吸，猛吹，吹出去，吹出去，吹出去，坚持住，坚持住啊！等等，坚持住。哎，很好，正常呼吸。哎，很好啊。这是朱彤院士从珠峰科考回京后第一次到医院做全身检查，同时，他还将提供血样等标本，用于研究高原反应和臭氧污染对人体产生的影响。作为国内知名的大气化学与环境健康学家，朱彤最新的研究方向是温室气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预防与干预。10几年来，朱彤一直在持续监测着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来源与变化。他已经习惯奔跑在深夜北京的环路上。只有在这个城市已经进入睡眠的时刻，他们才能采集到较少受人为干扰的温室气体的构成成分。因为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个生活所需要的，都跟大气污染的排放有密切相关的，我们所以需要找到哪些源是最重要的。2015年，朱彤团队通过长达5年监测北京以及环京地区31个城市中的污染颗粒，所得到的数据为开展温室气体及污染物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样的话，有了空气质量的模型，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控制政策的分析，形成了一个我们打赢蓝天保卫战、减少空气污染、保护公众健康的一个屏障。以北京为例，从2012年到2021年的10年间，全年的蓝天数从176天增加到了288天。
朱彤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他带领团队挑战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希望研究透彻温室气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提前进行干预，制定防治计划。这个任务将他一次次引向雪山秘境。还有多久？我们走了多久？一半。最早去珠峰就是2001年，做一些大气里面的臭氧成分的观测。根据我们观测的发现呢，地面的臭氧浓度这么高，可以跟我们的很多城市污染大气浓度相当的这样一个臭氧的水平。6000多米海拔的新高度，给了朱彤团队最接近天空的地点，采集了包括臭氧在内的珍贵大气成分数据，同时也将身体推向了新的极限。城市的污染大气里面，臭氧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高臭氧浓度，同时上面有低压和缺氧，那么这种2种因素结合起来，对人体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除了采集自己团队成员的样本，朱彤还在3000米海拔的地区定时观测常住居民的血压变化。步骤都很重要，就把它里面的要测的暴露情况。这张片子展示的是访视前一天他们参加户外活动的一个情况。你说血压那个零值要高于拉萨。对，然后拉萨地区 HRV 的频率指标，它的整体的一个变化趋势和幅度都是近似的。然后林芝地区它的趋势是比较相似。积累更多的观测数据后，朱彤希望能通过大气环境变化对人的血压、心跳等指标的影响，做出完整的评估，为更好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更多的参考。血液方面的检查指标，这可能是未来一个探索的方向。不同的海拔高度不同的环境污染的暴露，对人体健康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我们这些身体里面的各种生理指标或者生物标志物，是不是相应的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通过它的变化来找到它的原因，然后根据它的原因，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的预防和干预防护措施？有很多环境问题我们可能不一定通过肉眼看得到，所以呢，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努力，让这些看不见的污染也要给它控制下来。千丈古木凌无地，百尺飞涛泄露天。生活在宋朝的苏轼，同样是一位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文豪。在奔走四方的一生中，苏轼经常自己动手植树种花，并在其诗词中留下了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垂范启迪着后人。10年间，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治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我们也在继续探索如何与这个不断变化的大气环境相互适应，创造更美好的环境，拥抱更幸福的生活。每周，吕植的团队都会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进行观鸟活动。现在是8月上旬，团队需要通过观察啄木鸟的路线，来确定今年夏天园区里的植被是否安然度夏。就城市化的过程是把一个复杂的环境简单化、单一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变成水泥钢筋的一个森林哈。其实呢，我们人是需要很多生物多样性的支撑，很多东西它需要的空间不大，
你但凡只要给它留出一个小空、一个小水坑、一小片林子、一小片芦苇荡，它就能有很多动物来住。在北大校园100公顷的绿地及周围，生活着236种鸟类，这充分说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存在着巨大潜力。这是吕植和校方共同推动建立的全球第1个学校里的自然保护校区。我觉得我们每年都应该给园林做一个建议，就是说哪些做得好的，有进步的一方面哈，然后哪部分有改进的。我今天不是插了些牌子。每次保护区观测后，生态学家吕植都会和团队商议后续规划。同时，他希望在北京更多地方设立一方自然生长的保护区。在这个2000多万人口的巨大城市中，生态学家吕植始终在努力维护一方宁静的水土，恢复完整的生态链条，为营造更宜居的城市不懈探索。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上，多样的生态系统、丰富多彩的生物共同创造出赖以生存的环境。不过，人类的快速发展对生态链又有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发展和保护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这是吕植团队一直以来的关注点。人类工业的排放，二氧化碳排放造成了气候的变暖，城市化这个进程也带来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你们看到什么了？什么蛱蝶？吕植与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城的北中轴线，这里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今天团队要观察的是蝴蝶。从这种喜欢采集蜜源的昆虫的数量，能判断出今年春天补种的灌木是否生长良好。在城市里面呀，建这个自然的环境，实际上人工的干预还是非常重要的，是尽量在一个人工营造的环境里取得各种平衡，让动物、让植物、让水、让整个的环境能够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让很多人受到这个福利，也让很多动物享受到福利。3个，要不给它拿到阴凉一点？我不想走，请让我留下来。飞了，太漂亮了！春天补种的灌木已经为昆虫延伸出许多栖息的地方，这样它们能安全地度过冬天。来年，昆虫的繁衍又滋养了这片土地，继而植被还能继续生长蔓延。这样周而复始，被绿色环抱的城市将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城市其实也是生物多样性喜欢的地方，就人喜欢的地方，也是其他的生命喜欢的地方。同一个地球，同一片蓝天，让世界拥有多样的生命，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多彩的世界。稀少的深山保护野生大熊猫，在海拔跨度7500米的西藏墨脱进行科学考察。吕植带领团队正在持续关注和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但是他更加提倡的是，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更多地关心身边的生物多样性，关注身边的生态与环境。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能不能存续下去，我们要什么？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生态系统的稳定，使得这个地球是一个更加良好宜居的环境，让人也好，其他的生物也好，大家都能相得益彰和和睦睦的生存。这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可能不能就是放弃的一件事情。
守护黄河，用行动保卫蓝天，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守护着我们的家园。生态兴，则文明兴。今天，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加快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们共同的担当与使命。10年栽种，100年归，千里江山万里翠。但愿人与自然永和处之。绿水青山中邂逅，自信的笑容，飘向我也正丰收。书声朗朗的问候，桃李传承着5000年的悠久。幸福中国，万家灯火。